大家好，我是卢卡。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今年已经60岁的张曼玉。一提到张曼玉，你最先想到的是她哪部电影呢？青蛇、新龙门客栈、花样年华还是甜蜜蜜？塑造过众多经典角色，拿奖拿到手软的曼神，息影20年后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是自由随性还是晚景凄凉？她为什么不拍电影了？她和章子怡有什么恩怨？她的爱情有多曲折？和梁朝伟究竟有没有在一起？唱歌给她带来了多大的伤害？张曼玉1964年在香港出生，8岁时全家移民英国。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发型师，最喜欢的明星是黄日华。17岁回香港探亲时，她还曾想过去电视台门口等黄日华要签名。不过还没去电视台，在街上就被星探看上，开始拍广告了。1983年，18岁的张曼玉参加香港小姐，本来没抱希望的她，最后获得亚军，签约香港无线电视，正式出道做演员。第一部比较有反响的电视剧是《新扎师兄》，她和梁朝伟有了第一次合作。刚入行还不会演戏的张曼玉还被梁朝伟嫌弃，开玩笑的说她不会演戏就赶紧回家吧。这部戏里刘嘉玲也在，而当时的梁朝伟还有个正牌女友曾华倩。张曼玉和梁朝伟的感情，我们先按下暂停键，稍后会详细展开。出道不久，张曼玉就凭借美丽、灵动、可爱的形象备受欢迎，很快就开始接拍电影。但是对她演技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媒体嘲讽她出演的角色都千篇一律，虽然美丽，却毫无灵魂。在和成龙拍摄《警察故事》的时候，还被成龙大骂。但事后成龙表示，虽然演技不足，张曼玉的敬业精神还是很受认可的。甚至一场戏拍了30多遍，她都不喊累，直到过了为止。张曼玉在拍摄时还被铁架砸到头，缝了10多针。准时到，最晚一个走。导演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不会吭声。张曼玉是非常敬业乐业。直到遇到王家卫，张曼玉才甩掉了花瓶的帽子。1988年，凭借《旺角卡门》，张曼玉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，也开启了曼神的拿奖之旅。这一年，张曼玉一共拍了12部电影，被人称为张一达。她自己也说，在王家卫之前，做演员对我来说只是做出反应，无缘无故的喊叫，像个孩子一样无节制的哭。到了旺角卡门，我找到了感情的切入点，从这里开始，我知道怎么演了，开窍了。我是一边拍一边学的，所以头的40-50部戏都是训练，之后的才算是真的演戏。借着香港电影蓬勃的东风，张曼玉开始爆发。1990年，凭借《不脱袜的人》获得第一座金像奖影后。1991年，凭借《阮玲玉》拿下柏林电影节、台湾金马奖、香港金像奖等多个影后大奖。随后，《新龙门客栈》、《青蛇》、《家有喜事》、《东邪西毒》等经典作品陆续上映。1996年，和黎明合作的《甜蜜蜜》再次横扫多项大奖。其中，在认领豹哥尸体时，又哭又笑的表演更是成为封神之作。有传言说，当时张曼玉笑场又继续表演，后来导演陈可辛证实并不是笑场。这场戏拍了8、9条，选用的是张曼玉表演的第1条。2000年《花样年华》不仅入围戛纳，也让张曼玉再次横扫金马奖、金像奖等多个大奖。出神入化的表演和21套旗袍的经典造型，造就了影迷心中永远的苏丽珍。2002年，《英雄》在国内外掀起一阵旋风，国际上也获得了柏林电影节、金球奖、奥斯卡等多项提名。2003年，电影《青洁》让张曼玉成为首位在戛纳摘得影后的亚洲女演员。她还为影片演唱了4首插曲，这也引发了她对音乐的兴趣。2004年，张曼玉进入了永远有档期又永远无档期的时期。她表示自己已经拍过80多部电影，已经尝试过各类角色，如果没有打动她的剧本，她宁愿过自己的生活。
我会养，我看到好电影之后，看到一个好的女的演员演了一个，我觉得哇，这太棒了。然后也想到实际的东西，哇，到了那边化妆5个小时啊，等6个小时拍1个镜头啊，那些我就不养了。提到张曼玉，不能不提梁朝伟，当然还有刘嘉玲，他们的三角关系占据了娱乐新闻头条很多年。这张2005年三人在戛纳电影节的照片，更是成为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有人说，十指相扣的张曼玉才是伟仔的真爱，也有人说，和刘嘉玲的轻松随意才是长久之道。直到梁朝伟和刘嘉玲2008年结婚，这些八卦才逐渐消退。张曼玉和梁朝伟在1984年拍摄《新扎师兄》的时候就已经相识，当时刘嘉玲也在，还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2个好配呀。”后来两人还合作过《阿飞正传》《东邪西毒》《英雄》等影片。张曼玉曾说过，和梁朝伟非常聊得来，彼此很懂对方。2000年的《花样年华》把这对 CP 推向顶峰。《花样年华》拍了15个月，王家卫经常临时改剧本，张曼玉和梁朝伟在空闲的时间经常一起逛街、喝酒、出去玩。王家卫为了防止他俩疯跑，还雇了保安看着他们。2000年，有香港记者跟着梁朝伟和张曼玉搭上了从香港飞往北京的班机，坐在头等舱的这对金童玉女相互依偎。记者看到张曼玉把头轻轻地靠在梁朝伟的肩膀上，仿佛《花样年华》的真实版。2002年，香港媒体把刘嘉玲遭绑架时的照片发布，引发轩然大波。在刘嘉玲的至暗时刻，梁朝伟放下一切，陪伴在她的身边。刘嘉玲曾经说过，梁朝伟虽然个子矮，但却给了自己大山一样的力量。2006年，在一次访问中，主持人问梁朝伟，现在为止，你最想停留在哪段时间里？梁朝伟思考片刻后回答：38岁。那时候的他正在拍摄《花样年华》。而张曼玉也曾经说过，都是时机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认识时，大家都没有男女朋友，或许可以。多年之后被问到最合拍的男演员是谁，张曼玉依然回答是梁朝伟。拍了这么多戏，你最合拍的男艺人是谁？其实跟梁朝伟拍的时候是挺合拍的。可能梁朝伟我说他敏感，我也是敏感，这个很合。谈及梁朝伟和张曼玉的绯闻，刘嘉玲则直言他们2个人性格不合。2016年，刘嘉玲在金星的节目中再次面对这个问题，她大方的回应：“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喜欢张曼玉，我也挺开心的。就他决定就好。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。”2013年金马奖，章子怡凭借《一代宗师》获得影后，但是张曼玉拒绝为其颁奖，也令旁边的刘德华尴尬不已。张曼玉和章子怡不和的新闻一下子传遍两岸三地。不和还要从英雄说起。2002年，张曼玉已经是当红的影后，章子怡虽然初出茅庐，但是已经拍了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成为备受关注的谋女郎，而且还拍了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。原本张艺谋请张曼玉出演女主角，章子怡为配角，但是导演不断为章子怡加戏。影片上映时，张曼玉发现自己的戏还被删掉了很多，戏份比配角还少。后来在拍摄2046时，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，章子怡的戏份不断增加。本来是主演的张曼玉为了这部戏准备了很久，她很喜欢这个角色。可是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戏份只剩下几个模糊不清的背影，成了特别出演，以至于很多影迷都不知道张曼玉有参与。在宣传期间，章子怡非常感谢王家卫的知遇之恩。她曾经对媒体说过，王家卫在我整个人生事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人。而张曼玉非常气愤，对媒体透露她不想再出演王家卫的电影。章子怡一路走来也是争议不断，和多位影坛大哥的关系也时常见诸报端，引人联想。很多人认为她过于钻营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而张曼玉一直快人快语，坦坦荡荡，能让她耿耿于怀的人也不多见。但是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很难说清谁对谁错。戏份说到底还是导演说了算。2014年，张曼玉以歌手身份
亮相上海草莓音乐节，但是唱功遭到网友质疑，他跑调的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，令张曼玉备受打击。由于在拍摄《清洁》时演唱了4首插曲，张曼玉对音乐萌生了极大的兴趣。2014年更是签约经纪公司摩登天空，正式进军歌坛。但是由于没有表演经验，练习不够，再加上演唱时耳返故障，第一次正式演出就铩羽而归。在表演上非常顺利的张曼玉第一次遭到了这么大的挫折，她还自曝曾经躲在家中1年不敢出门。因为我一直是好像一个公主，什么都顺利，拍戏的很顺利，拿奖也顺利，直到草莓音乐会，我才真的第一次有一个真正的打击了。因为唱歌，我失去了很多朋友，电影的朋友完全不接受我，他们骂我，然后我可能需要了1年才真的站起来说没事。反而那年过了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强大，我现在反而什么都不会那么怕。为什么你们几句话，我就不许再玩这个游戏？我觉得不公平，所以我还要玩下去，还要玩到我说我不玩的那天。对。2015年，张曼玉花费半年时间为电影《恋爱中的城市》创作主题曲《如果没了你》。2016年发表个人首支单曲《Look in My Eyes》，还自编自导自己剪辑制作了 MV。其实和很多演而优则唱的演员相比，张曼玉的声音低沉沙哑，非常有特色，让人很容易记住。2001年，她和梁朝伟曾经一起登上央视春晚，演唱《花样年华》。如果有合适的歌曲，加上足够的练习，说不定她也可以录制出不错的作品。花样年华太美丽。17岁那年，一个意外踏进娱乐圈，表演事业顺风顺水，到达难以逾越的高度。但是张曼玉的感情生活曲折不断，更是遭遇多次背叛。有媒体统计过，张曼玉经历过11个男友，有导演、歌手、建筑师、发型师等等，公开的只有一段3年的婚姻，最终还是孤身一人。1987年，张曼玉遇到导演尔冬升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。23岁涉世未深的张曼玉被比她大7岁的尔冬升迷得7荤8素，但是她却没想到对方是个实实在在的渣男。张曼玉飞蛾扑火，处处以尔冬升为中心，卑微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对方的珍惜。尔冬升大男子主义，自我为中心，很少考虑张曼玉的感受。有传言称，张曼玉为了尔冬升拔掉自己的虎牙，可对方还不领情，竟然说从他整牙的时候就想分手了。3年过后，尔冬升提出分手，潇洒转身，徒留张曼玉独自伤心。两人之后也再没有交集。1993年，张曼玉在飞机上遇到商人宋学奇，恋爱脑再次发作。可这次爱情不仅让她伤心，还让她的钱包损失严重。张曼玉全身心投入，更有了嫁人隐退的想法，还曾经被台湾艺人罗佩颖爆料和宋学奇在墨西哥秘密结婚。宋学奇投资失败，张曼玉更是拿出1000万帮助男友，但是换来的却是分手。宋学奇转身投入另一位富婆的怀抱。1997年，张曼玉因拍摄电影《迷离节》和法国导演奥利维耶·阿萨亚斯相恋，两人1998年在巴黎结婚。2000年，张曼玉回香港拍摄《花样年华》，花了1年多时间。当她再回巴黎的时候，老公已经有了新欢。不过，两人在离婚后还是合作了电影《清洁》，帮助张曼玉戛纳封后。这算不算是感情失意，事业得意呢？2007年，张曼玉在北京认识了小自己7岁的德国建筑师奥雷。奥雷在建筑领域非常有名。2002年，他前往北京设计并参与建造了著名的央视大楼。张曼玉为了配合男友，也前往北京生活，一度还传出订婚的消息，还吸引了很多媒体前往酒店蹲守。这段感情在3年多之后，以奥雷移情别恋收场。20岁时就渴望结婚，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孑然一身。是遇人不淑，是造化弄人，还是自己太过用力？虽然不少媒体用暴瘦、贫民区、憔悴不堪、
无儿无女、形容枯槁这些标题报道她现在的生活，但是仔细看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虽然不甚完美，但是60岁的张曼玉依然过得随性自由。她可以衣着朴素，骑着单车逛菜市场，也可以顶着皱纹参加时尚活动，还可以站在舞台上唱自己想唱的歌。谁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呢？谢谢你的观看，欢迎订阅点赞，下期见。